南朝484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这是梁武帝当政时期干的最荒唐的一件事儿，大肆扩建不是生产的寺庙，累垮了普通百姓。达摩大师东行至此，他还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功绩，如此大功德，想必佛祖很是满意吧？达摩却不屑一笑，身为禅宗第28代祖，持有佛祖亲传袈裟，领悟大乘佛法的存在，他对这种劳民伤财的事情很是不喜。佛门本是为了救苦救难才建立，现在这样压榨百姓，互相斗得你死我活，算什么本事？梁武帝很是不高兴，说是崇佛，可崇敬的也不过是那些谄媚的假佛，听不得真话，如此胡言乱语，肯定是妖僧，立马驱逐出去。达摩不怒不恼，心里只是对梁武帝感到可悲，而他的死对头们则很是明白，达摩的的确确是个不可多得的高僧，如此才要想方设法的除去。如果是个渣渣，三藏就不用费那么多劲儿了。留着三藏乃是北魏的国师，道行精深，法力通玄，冥冥中预见达摩会对他产生威胁，所以不远千里来到南梁进行阻击。达摩面见梁武帝的路上可谓是困难重重，不仅是留之三藏，南梁的本地僧侣也极为敌视他。要是正面对抗，这群人没一个是达摩对手，可架不住暗地里使阴招，达摩身边的人一次又一次被抓走，他也只能不厌其烦的一次次去拯救。这也多亏达摩的道行高深，并且还有佛祖袈裟护体，这是佛祖穿过的袈裟，只有历代禅宗祖师才能持有，27代祖圆寂之后就传给了达摩，这也代表着他佛门正统的地位。三藏很识货，发现自己无法对达摩造成伤害后，便认出了佛祖袈裟，这可是好东西，他作为佛门弟子，必须要将其拿到手。于是三藏找到了北魏阵营的强援飞天秦娘姐妹。这飞天跟达摩可颇有渊源，两人乃是命中注定的七世恋人，前几辈子在一起生活了很久，一直是异常恩爱，哪怕是转世投胎都无法斩断孽缘。飞天此生立志成仙，达摩也一心成佛做祖，所以必须斩尽3000烦恼丝，但想要做到这一点实在太难，尤其是飞天始终放不下对方，留着三藏可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，趁着达摩渡秦关，正好将佛祖袈裟抢过来，这可是真正的无上至宝。身为佛门的一份子，怎能坐视他被妖僧持有？老家伙就是不要脸，就连他徒弟都知道达摩是正统，现在却还装模作样。为了得到法宝袈裟，三藏派手下软禁了飞天，再威胁达摩不把袈裟交出来，就让你的女人好看。有了牵挂，就有了弱点，就算是达摩也逃不了，并且不仅是敌人威逼利诱，老家的队伍也一直在想法子拖后腿。高小禅自从被达摩拯救，便疯狂爱上了对方。得知飞天乃是达摩的7世恋人，那叫一个心痛。并且达摩要是一直当和尚，他还怎么得逞？所以便起了把袈裟送给敌人，让达摩不再念佛的心思。差一点他就成功了。但幸运的是，另外一大一小俩队友还有点理智，知道这佛祖袈裟是最后的救命稻草，要是没了就真完了，这才勉强保住。三藏徒弟诱惑高小禅的时候，他只是把假袈裟送上去，反正对方没啥眼力劲儿，根本看不出来，几句话就被唬得一愣一愣，穿上袈裟得意洋洋，仿佛自己也成了个大人物，甚至还恬不知耻地问小禅，他像不像佛祖啊？高小禅将计就计，来到梁武帝面前献上袈裟，推荐眼空当国师。这家伙瞬间就膨胀了，数不尽的荣华富贵在眼前，还当什么三藏弟子？另一边的达摩得知此事，兴师动众前来找事，可对方拿女孩当人质，最后顺利逃脱。简单的一会面，女孩深爱达摩的感情暴露无遗，眼空怒不可遏，现在就要得到女孩。突然留着三藏闯了进来，将这个蠢货打飞，麻溜的把袈裟拿来，真是不知死活。但三藏可不好糊弄，一眼就认出这袈裟是假货。小禅趁此机会悄悄跑路，却在半路倒霉的遇见当地的老和尚。这一群家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贪婪成性，也想得到袈裟。三藏随后赶到，双方人马互不相让。经过女孩的挑拨，老和尚们已经完全不信任三藏了。得袈裟者就是佛门28代祖师，这可太有诱惑了。三藏也不禁拍手叫好，女孩的智慧简直惊人，他这个蠢徒弟一点出息都没有，真是丢人现眼。三藏想把小禅带走，可对面不答应，人多势众，最后女孩还是被带上了金銮殿。梁武帝很是生气，这是欺君之罪，要诛九族的。不过为了得到袈裟，在各路大臣的劝说之下，暂且饶了他一命。有跟达摩交好的大臣立马去通风报信，让男人即刻进
进宫，看看能不能说服皇帝。暗地里，大佛寺的和尚们正在加班加点，准备克敌制胜的秘密武器。这一次，保证让对方有来无回。三藏也哈哈大笑，让达摩进宫，这是自投罗网，该是他闪亮登场的时候了。达摩一群人慢悠悠地往皇宫赶去，三藏半路拦截，召唤出4个手下，此乃4柱神煞大阵，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，妖僧受死吧！彩旗飘飘，果然不同凡响。达摩双拳难敌4手，很快就落入下风。可突然，大佛寺的老和尚们窜了出来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他们才是笑到最后的赢家。不仅弟子众多，还研制出了秘密武器，一次性火铳，把三藏这老混蛋打得屁滚尿流。要不是徒弟拼命，差点就完蛋。而三方人马闹得这么大，皇宫里很快就收到消息，钦差策马扬鞭，掐着点前来救场。任你们再厉害，这里毕竟是皇帝的地盘。达摩最终还是顺利见到了梁武帝，可谁料一见面就是刀兵相向。达摩多硬气一个人，说不下跪就不下跪，自然引起很大的不满。不过梁武帝很崇敬佛法，暂且算了，让达摩讲一讲佛门经典，只要把他讲高兴了，好处大大的有。达摩才不吃这一套，说起话来咄咄逼人，把梁武帝气得一愣一愣。他好歹是个推崇佛门的皇帝，你不纳头就拜就算了，还在这里砸他场子，简直岂有此理！麻溜的滚出大梁，否则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达摩准备跑路，可小禅姑娘还没救出来了。这群人认定他拥有袈裟，威逼利诱严刑拷打，而真袈裟现在飞天姐妹手里，他们一个深爱着达摩，一个心疼姐妹，想弄死达摩，你争我夺，闹得热火朝天。最后秦娘还是被飞天说服了。此时小禅正在被拉出去问斩，磨磨蹭蹭好一会儿，飞天终于赶到，救走了女孩，而大佛寺的和尚也一路尾随，将他们包围，要挟交出袈裟。众人一合计，反正三藏不在，便再次拿出假袈裟唬人。老和尚们欣喜若狂，可不料三藏竟然来了，发现又一次上当，便去找达摩麻烦。飞天正在安排他跑路，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佛祖袈裟，后面就交给他了。达摩也是犯糊涂，这么多追兵，竟然真的就放心留下2个女人。当初斩妖除魔的霸气去哪儿了？还算不算是个男人？达摩犹犹豫豫上了小船，秦娘等人在后面掀起大战。三藏多狠的一个人，拉弓搭箭，准备干掉达摩。飞天瞧见后起身阻挡，不幸中箭垂死。秦娘也好不到哪儿去，飞身挡下了第2波箭矢。爆炸声响起，河面上顿时尸骨无存。可身为主角，怎么能这么容易死呢？达摩一尾渡江，轻松跑路。只可怜飞天姐妹平白遭了杀劫，留着三藏在老巢正暗自得意，忽然却又察觉到了什么，瞬间暴怒，使出通天法力，远隔万里施法杀人。只见江河之水爆裂，2只小妖飞出袭击达摩。这时候男人却又威风起来了，踩着芦苇左右互搏，甚是威风。2只小妖根本不是他对手，隔空狠狠揍扁了三藏，再一次为飞天姐妹默哀。达摩简直是无情，三藏气急败坏，绝对不能让对方见到北魏皇帝，不然他们的荣华富贵就全没了。早知如此，你不如让他在南梁扎根算了，费尽心思把达摩从南梁赶走。这一下好了，对方来投家了。且不提三藏的气急败坏，高小禅3人正在为飞天姐妹默哀，希望2人能早登极乐，成佛做祖。看在达摩大师的面子上，2天净土留个位子。忽然一阵狗叫，小混混猪头3被野狗撵了过来。这家伙之前是老和尚们的跟班，没少虐待3人，不过现在这么凄惨，也就不追究了。猪头3已经彻底认清了局势，达摩这么牛，说不定是佛祖下凡，他一定要跟上去追随。随着猪头3的跑路，达摩不死，一尾渡江的消息瞬间广为流传。而远在北魏边境的达摩，眼下却很是忧愁，他该怎么弘扬佛法呢？希望佛祖能指点指点。大日高悬，阳光很辣，达摩最后还是没有得到答案，只好先行赶路。一处荒废的寺庙，一只1000年修行的狐狸精正在拜佛，屋外雷鸣电闪，这是他的雷姐。达摩正好路过投宿，只见他掌心合十，掐出宝印，雷鸣自然停止。就算是雷神，也得给佛祖弟子面子。狐妖很是高兴，心里感谢一番之后，还派出小妖精为达摩跳舞，但看样子对方并不领情。狐妖不高兴，正准备纠缠和尚，忽然三藏的影子出现，原来他也是反派的手下，为了能从下一次的雷劫中活下去，不得不给三藏干活。小狐妖才多少道行，耍心眼根本斗不过三藏，对方拿出一枚毒针，让他找
机会囊死达摩。巧合的是，小禅跟猪头三等人竟然来到这里。狐妖先是将达摩引开，然后施展幻术，装扮破庙，让族人假扮成人类。几个凡人肉眼凡胎，进去就找不着北，在那里喝酒吃肉，浑然忘记来意。只有高小禅心不在焉，坐了一会儿感到无聊，出去走走散心，却不曾看到劲爆的一幕：达摩竟然跟女人在鬼混，这自然是狐妖假扮的。高小禅受不了跑路，而下一秒达摩就被毒针给攮了，简直不要太狗血。狐妖重伤达摩之后，觉得心有所愧，便把他带回部落疗伤。三藏知道后本来很生气，但发现达摩身上没有佛门至宝，转头却又改了主意，真是喜怒无常。而高小禅跌跌撞撞，竟然也来到了这个部落，可稍微平静了一会儿，就看到狐妖为达摩擦拭身子，一瞬间气血涌动，伤心再次占据心头。三藏无处不在，痛扁了狐妖一顿之后，又生起了坏主意。他悄悄尾随高小禅，施法让他旧病复发，接着伪装成一副和善的面貌，对女孩开始洗脑，只要乖乖听他的话，就让你和达摩双宿双栖。接连经受了多方打击，高小禅早就崩溃了，直接现场投敌，准备弄死达摩身边的所有女人。可悲可叹，那么达摩大师能及时醒来，挽救这一切吗？下期视频为您揭晓。